3个月前，淮河村昏迷事件，全村103人同时昏迷12小时。醒来后，所有人记忆同时停留在前一天的同一时刻。2个月前，青山古墓事件，考古队7人全部发疯，声称看到穿盔甲的影子，心理评估显示他们没有穿供可能。1个月前，江城南区老宅连续3任屋主离奇死亡，尸检报告显示无外伤、无中毒。第7次了，这已经是今年发生的第7起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件。国安部、卫生局、文物管理所都束手无策。各位，大夏需要答案。诡异收容系统正在接收，正在匹配宿主，匹配成功，系统进入待激活状态。穿越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了，我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国安部，没想到现在居然觉醒了系统。蓝星如今阴盛阳衰，阴气逐渐强盛，各种诡异受阴气影响开始逐渐复苏。诡异收容系统匹配成功，宿主需收容镇压诡异、终结诡异，复苏时代，守护人类文明，延续。当前系统还未激活，宿主需尽快组建灵异部队749局。组建成功后，招收1名合格队员后，系统将自动激活。赵部长，各位领导，我有个建议。你是档案处新来的小沈，说。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，代号749局，直属国安部，专门调查、研究和处理这类超自然事件。年轻人，电影看多了，这是重要会议，不是小说讨论会。年轻人，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灵异事件，发生这些奇怪的事情，无非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原因罢了。为此成立一个新的部门，未免有些大动干戈了吧？这些事件的共同点：第一，违反现有物理规律；第二，现有科学无法解释；第三，都在民间有对应怪谈传说。我认为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——超自然现象。继续说。749局可以整合民间能人异士、相关学者、特种人员，建立档案库，研发应对手段，制定处理流程。我们不宣扬迷信，而是用科学态度研究不科学的现象。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不科学的现象。此事我愿意全权负责。若是调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我可以承担所有责任。你需要什么？一个正式编制，一个秘密基地，招募权限，还有时间。你真的有信心调查出这些事情的背后真相吗？好，沈旭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后我要看到成果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恭喜宿主成功组建749局，请宿主尽快招收1名合格队员，激活系统。李冰，到。你负责配合沈旭，有什么进展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散会。沈组长，现在去哪？叫我沈旭就行，直接去淮河村。李冰加入系统还是没有激活，看来李冰不符合系统的条件。不过还好有那家伙。喂，胖子，现在去淮河村，那里有好货在等你。旭哥，这村子看着可不像是有好货的样子，而且这里阴森森的，怕是不干净啊。这位是我发小，王胖子，做古董生意的。这位美女是？国安部李冰。胖子，国家需要你。旭哥，你别开这种玩笑，我就是个卖假货的。你10岁那年，在我家老宅指着院子角落，说那个穿红衣服的阿姨为什么一直哭？当时院子里除了我俩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那是我小时候胡说。15岁，学校旧宿舍楼，你说3楼厕所第4个隔间有个吊着的大叔，3天后在那里发现一具20年前的骸骨。旭哥，你别说了，你能看见他们，
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你？旭哥，救我！加入749局，我给你正式编制，5险1金，工资是你现在收入的3倍，而且我们会研发护身装备，让你不再被动害怕。赴汤蹈火啊，旭哥！诡异收容系统激活成功，宿主解决诡异复苏事件、关押诡异都会获得相对应的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“福禄宝典”。欢迎来到749局，现在去解决我们第1个任务。村民活动正常，表面看不出异常。气象、土壤、水源的初步报告我已经看过，都没有问题。所以问题可能不在物质层面。你们就是上面派下来调查的领导吧？您能和我说一下，那天发生了什么吗？那天晌午一点预兆都没有，所有人不管在干啥，哐当一下就倒了。12个小时后，又一个个自己醒了，啥事没有。醒来后，有没有人提到做过什么梦，或者看到、感觉到特别的东西？都说睡得死死的，啥都没感觉到。就是有几个娃儿说，迷糊中好像听见有人在唱戏，咿咿呀呀的，听不清词。唱戏是什么样的戏？俺也不知道。村长，你们村子有戏台吗？怎么都要看戏台？一个破戏台有什么好看的？除了我们，还有谁要看戏台？嗨，前几天一伙来旅游的老外，没啥见识。别发呆了，走了。旭哥，台上有好多人影，模模糊糊的，穿着旧衣服，在看戏。台上也有个影子在唱，没有声音，但我脑袋里嗡嗡响。这位小哥，你可不要瞎说，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见？电磁场异常微弱波动，温度比周边低2度，但都在自然波动范围内。胖子，你看到的人影最浓的在哪个位置？就那儿，那个唱戏的影子。上面的领导怎么还搞神棍这一套？散了，人影散了。不可能！电磁波动已恢复常态，但温度仍偏低。沈旭，刚才那张符只是暂时驱散，根源未除。村长，这个戏台之前有没有出过人命惨案？10几年前，村长请过戏班子唱戏，当晚发生了火灾，戏班子的当家花旦遇难。领导，你们不是来调查集体睡觉的事情吗？和这有什么关系？怪不得这阴气这么重。梦里听到的唱戏声，恐怕和这件事有关。不可能，这件事已经过去10几年了。你们到底是不是官方的人？如今阴气复苏，村民昏迷时听到的唱戏声，就是诡异在吸收活人的精气。村长，等会儿你就明白了。胖子，能感受到最冷、最压抑的点在哪儿吗？这儿下面有东西。队长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装神弄鬼！你们不对劲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李兵，我需要一个小型密闭容器，最好是金属或木质，能完全封死。密封采样盒，防电磁干扰材质，可以吗？正好。还不走？喂，警察吗？我怀疑有人在假冒官方的人。就是他，怨气最重的东西。磁场异常，
这是什么？全息投影？这真的见鬼了！旭哥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他看过来了。鬼呀！站在原地，否则我开枪了。船过去了，这不可能！常规武器没用，李冰、胖子、村长退后。风魂阵邪。李姐，还录下来，这玩意儿科学解释不了，但总得有证据。旭哥，快！就是那东西在害人。恭喜宿主成功关押诡异，获得奖励：一、茅山道术，运用阳气，使用茅山道法操纵法器；二、20年修为。刚才那个他进去了。不可能！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？村长，刚刚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？5险1金，保住了。赵部长，各位领导，749局筹备组完成首次任务调查。淮河村集体昏迷事件，根源已找到并完成初步收容。这是从村庙戏台下挖掘出的物，根据现场检测与村民口述验证，该物品与23年前戏台火灾惨案有直接关联。头室周围电磁场强度异常，比正常的高出47%。电磁波动，这能说明什么？沈组长，这位就是你报告里提到的特殊人才。沈旭，解释一下。王富贵具有对超自然能量体的感知能力，他的能力已在现场得到验证。感知能力验证，就凭你们3人的说辞，沈组长，你一上任就把自己发小招进国安直属部门，还要给正式编制。我理解各位领导的质疑，科学讲求实证，我们也有现场记录。这是任务执行期间拍摄的现场视频，由我全程录制，请各位观看。不对呀，明明我们都看见了。李姐，你说句话，你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当时我们3个确实是看到了诡异。李冰，让你去实则是为了监督沈旭，现在你怎么回事？沈旭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实证。视频里除了你在撒纸片，什么都没有。1个月时间，国家给你编制资源，不是让你搞封建迷信表演。赵部长，我认为749局的立项需要重新审议。视频无法记录，不代表不存在。就像无线电波看不见，但收音机可以接收。我们需要的，也许是另一种收音机。沈旭，我是要你调查真相的，不是让你宣扬封建迷信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答应了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希望下次你拿出实际点的东西，不要再拿这么荒谬的东西了。是，我会拿出实际东西的。我申请去一趟古墓。考古队的一个小伙子清醒了，可以找他带路。沈旭，不要让我再失望了。赵部长，这次我亲自去监督，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样。这些盔甲和那天看见的一样，不就是一些壁画吗？那天在古墓里，你们打开了那具棺材，
对吗？你看见了什么？一具尸体，穿着像将军的衣服，但没有腐烂，脸上戴着面具。将军面具，这听着就邪门。邪门？又要宣扬你那封建迷信？领导，您说的是，我们讲科学。磁场在增强。旭哥，有东西在跟着我们。胡闹！怎么还有别人？难不成是盗墓的？退，找开阔处，这里不适合发生冲突。就是他们，每天就是这样围着棺材，这些可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啊！磁场数据突破阈值了。领导，你的历史文物动了，一定是你们不小心碰到了墓里面的机关。大家不要分散。金光符没用，都什么时候还在搞这些？赶紧去找机关！他们不是诡异，棺材里那个才是源头。擒贼先擒王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之前明明就在这里。棺材是空的，那他现在在哪？被盗墓贼抢先了。这个图案，国外中世纪深渊之眼。退到墙角，背靠墙壁。旭哥，启明，你没事吧？伤口不深，但需要包扎。你的血好像能影响他们。什么血不血的？是我找到了机关。现在不是深究的时候，暂时镇住了他们，但源头不除，他们迟早会再动。棺材是空的，但它一定还在这墓里某处。旭哥，他们好像要开始了。大惊小怪。就是他，一直在跟着我们，就是他。那张面具，他就是棺材里面的那具尸体。尸体又活了。怎么可能？尸体怎么可能会动？不对，有人在操控，是深渊之眼。想走，驱邪附魅，金光除魔。旭哥，是那家伙搞的鬼。东方的魔法有趣。李兵，护住领导。启明，胖子，牵制其他盔甲。天地玄宗，万磬本根。来自深渊的束缚，请听呼唤。旁门左道，阵势伏魔，金光速现。恭喜宿主成功镇压诡异，获得奖励：一、伏击法可用来镇压灵魂类诡异；2、50年修为。深渊之眼，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新世界终将降临，你们拦不住深渊之眼永恒。这就没了。
深渊之眼，看来不单单是普通的阴气复苏，海外势力已经渗透进来了。不过这下有实质的东西可以交差了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生人勿近，魍魉回避。起！子弹穿不透，铃铛却能命令他。这世界到底什么是真？撑住啊，启明，车就在前面。我去！站住！执行任务，不准逃！停！开门！上车！今晚看到的列入1级机密。部长，我全程跟随，亲眼所见。那些盔甲，还有它不是机关，不是幻觉，审讯的方法是唯一有效的。我为我之前的质疑道歉。老陈，你是我多年的同事，我信你的为人，但这件事太过超出认知。审讯，你如何证明这些都是真的？部长，眼见为实，抬手，转身。这难道真是古代将军的遗体？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某种高科技仿生机器人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审讯，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部长，各位领导，这不是科技产物，也不是自然尸变。根本原因是阴气。据我调查，全球范围内阴气浓度异常上升，导致出现异象，而且很有可能和国外一个叫深渊之眼的组织有关。淮河村事件和古墓事件都是他们搞的鬼。部长，正如你亲眼所见，并且已经有海外势力渗透进来了。我建议正式批准749局成立。即日起，749局正式成立，直属国安部特别行动司。沈旭任局长，李斌任技术顾问兼监察员，王富贵和张启明正式编入749局。另外，今日与会所有人签署1级保密协议。是。你们的任务是调查清楚这个深渊之眼，彻底解决阴气复苏问题。明白。恭喜宿主749局成功招募成员张启明，获得奖励749局设施法器库。749局内学习悟性增加20%。旭哥，这地方够偏的，方圆5里连个便利店都没有。地下已改建出基础实验室和临时收容间，电力、网络独立，外围有隐蔽监控。很安静，适合做事。系统，就把这间房作为法器库吧。法器库布置完毕。我去，旭哥，你什么时候偷偷搞了这么个宝库？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装备库了。这边好像有什么在叫我。旭哥，这个镜子可以给我吗？这里的东西就是给你们准备的。
这把刀，镇阴短刀，材质特殊，对阴气构成的实体有克制作用。启明，你可以啊，上来就拿到攻击装备。法器是辅助，根本还是自身能力。从今天起，我慢慢教你们基础符箓绘制、走山法入门和伏击法要诀。李冰，你也来。画符，手中星辰神具气贯。刚才是不是亮了？这就是画好的符，你们自己试试。先别求复杂，从最基础的镇阴符开始。三横一竖，代表天地人三才归一，竖笔贯穿，意为以正气镇邪。三横一竖，诚心诚意。怎么没亮啊？你的眼睛能见阴气，但心太浮，意念不纯。画符时不能只想我要成功，要去感受笔下的轨迹，想象正气从你体内流向笔尖。闭上眼，仔细感受。刚才是不是有感应了？继续练。启明、李冰，你们也试试。队长，我也可以吗？只要心中有正气，就可以化成。不错，接下来你们多多练习。有了悟性的加持，果然学得快。赵部长，沈旭，我已经向最高层帮你们申请一切便利形式，只是我明白，一时间想要最高层接受阴气复苏，确实有些困难。不过，江城南区的老宅最近在网上引起热议，若是能解决这件事，或许能让最高层领导意识到749局的重要性。好重的阴气，比淮河村那个戏台子还浓。这里安静的不像话，不是安静，是死寂。旭哥，2楼有个小孩的影子，不对劲啊！符拿好，进去后别分散。李冰，持续记录数据，尤其是任何非正常的能量波动。明白。家人们，我真的没骗你们，刚才真有个影子从楼梯口飘过去了。礼物走一波，我带你们上2楼。你们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哟，还直播呢，胆子不小啊，妹子。国安部749局奉命调查此地异常事件，请你立即停止直播，配合我们工作。749局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们该不会是来抢热点的吧？又来了！2楼磁场强度骤增。胖子，拿镜子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？我操！妈妈，我没有是什么？没有脚。不对，不对！怎么了，妹子？你不是在这里见过鬼吗？我妹妹呢？啥？妹妹？你还有个妹妹？她的精神状态不对劲。队长，那东西动了。退后，所有人退到楼梯口。这是不是你们的剧本？你们把我的妹妹藏哪儿了？小姐冷静，我们不知道你妹妹的事情。李冰，看好她。朕。这不是剧本吗？你们把我妹妹带到哪儿去了？
妹子，你妹妹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妹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！我根本没在这里见过鬼，那些影子、笑声都是我妹妹小雅扮的，是一个叫深渊之眼的观众刷钱让我们来直播的。深渊之眼，深渊之眼的人还打算躲着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犬山，来自深渊之眼。你们杀死的我的队友名叫赛斯。你们深渊之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了即将到来的新世界，傀儡术。有见识。闭气护心神，启明辅助我。启明低头。阴灵执念困于死物，没猜错的话，阴气的源头是那个玩具熊。队长，天地正法，阴邪退散，朕。结束了。恭喜宿主成功收容诡异，获得奖励：一、巫医法可用来治疗受阴气侵蚀的人；二、50年修为。深渊之眼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伏击追源，摄理通幽，去！迎接新世界。阁楼旧木箱，他把它关进去了。阁楼，快，上3楼，那箱子密封很好，活人撑不了多久。旭哥，人找到了。阴气已经侵入心脉，求求你救救我妹妹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带她来这种地方，搞什么直播？先带回局里吧。阴气已侵心脉，寻常手段难救。沈旭人在里面吗？部长，你们这次行动虽然引起了一些风波，但还是功不可没。我已经向上面汇报749局的表现，值得肯定。听见没？表扬了。但事情没完，昨晚的直播片段虽然平台及时封禁，还是被人录屏传开了。现在网上的舆情压力很大。是我们疏忽，当时应该第一时间控制直播设备。官方已经下场引导，定性为网络炒作，但最高层很重视，不是重视闹鬼，是重视这件事背后是否真有科学尚未解释的力量。赵部长，我想见最高层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我会帮你申请，允许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周泰教授，国内医学、生物学领域的权威。他来有2件事，一是来看看这位女孩的伤情能否用现代医学解释和治疗；二是上面想确认你们所用的手段到底是玄学还是某种未知的科学。沈局长，可否让我先做检查？请。生命体征快速流逝，但器官无明显病变。体表温度低于环境温度3度，且持续流失热量，这不合理。周教授，你看有办法救吗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现象，恐怕……医生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妹妹！我尽力吧。
血液中检测到未知微粒，非细菌，非病毒。是阴气，人体长时间处于高浓度阴气环境中，血液会逐渐结晶化，直至心跳停止，成为阴湿。你有办法解决？有，但不在西医体系内。赵部长，我申请旁观沈局长的治疗过程。沈旭，你的意见呢？可以，但请保持安静，不要打断。这是巫医之道，通灵疗身，以正驱邪，以阳化阴。体温开始回升了，怎么可能？不用仪器，也没有用药。小雅的手指动了一下。散。这不是医学。这世间有气，正气、邪气、阳气、阴气。我们自古便讲究阴阳平衡，如今阴气大盛，自当用阳气压制。所谓法术，不过是运用阳气的手段罢了。明白了，我这就申请让你见最高层。赵部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您说。我想加入749局的研究团队，以科学的角度研究沈局长所说的阴气与阳气。欢迎加入，周教授。小雅，姐姐真是担心死你了。恭喜宿主749局成功招募成员周泰，获得奖励灵气镇魂法。现在该说第3件事了。44路公交车4年前莫名其妙失踪，如今又出现了。旭哥，那个公交车真的会出现吗？这都凌晨了。根据赵部长提供的情报，那辆公交车每次出现都是在这条路上。可是这地方别说是鬼影了，就连个人影都没有。等等，刚刚那辆公交车在前面吗？等一下，别上车。就是那辆公交车，44路，快上车。道长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啊？师傅让我下山历练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先找个住的地方。道长，你没发现这些乘客有些不对劲吗？这么晚才下班的牛马，有些死气沉沉的，也正常。道爷，你看我们像人还是像神？道长，现在还正常吗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整蛊游戏！道爷，你看我们像人还是像神？旭哥，来活了。道长，让。之前在山上听师傅说过讨风，没想到刚下山就让我遇到了。道长，这是讨风，跟师傅说的差不多，但是位不对。讨风的精怪大多都是单独行动，讨个口风助其修行。这集体讨风还是第一次见。道爷，你看我们像人还是像神？像什么？我看你们啊，像一群找不到家的糊涂蛋。娘嘞，真不是做梦！哥几个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挡得住，你们瞅着机会就赶紧跑吧。道爷，仁义。这道长有点东西啊。道长拳脚功夫确实不错，可是那些东西终究是沾染阴气的产物，况且还没找到承载阴气的源头，道长撑不了多久的。这些鬼东西真硬啊！道长，交给我们吧。胖子，启明，按计划来。
天地清明，阴邪现形，召。黄皮子还能这么照出来？福音，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镇邪符阵，起。佛还能这么用？这不是我师父说的失传的七星镇邪吗？伤我子孙，坏我道场，你们都得留下来。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。灵气镇魂。符。对付这种精怪诡异，还是这方法好用。现在你的生死只在我一念之间。恭喜宿主成功收容诡异，获得奖励50年修为。求道长饶命，我们是第一次害人，老大不能死，他若死了，这车就永远停不下来了。说清楚，什么叫永远停不下来？这车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，只有我能开它。什么意思？这车被阴气污染，也是一个诡异。这车出车祸的时候带着一整车的怨气，当时有群外国人在施展仪式，我正在旁边，被仪式笼罩，和这车融合到了一起。外国人又是深渊之眼，既然是深渊之眼搞的鬼，那我们还是赶紧把这车子给拆了吧。大仙，这车能开到任何地方，甚至是一些活人去不了的地方，拆了是不是？诡异深渊之眼，这些师傅也没说过啊。你说能开到任何地方，那你能控制它去指定的地点吗？可以，但是要有具体地址。好，现在把车开到749局。妙啊，旭哥，这要是真能开回去，咱局里可就多了一辆灵车了。需要指路吗？你知道749局的位置吗？能感知到大概方向，可以试试。那就开。外面啥也看不见啊。是咱们局子那条路。黄鼠狼开车，公交成精，外面的世界都这样了吗？到了，真到了。做得不错。以后这辆车和你们一组，暂时归749局管辖。多谢局长。队长，你们这是打了一辆车回来？李姐，介绍一下咱局的新装备：灵异公交44路，司机老黄。今晚先让小的们待在车上休息，明天开始配合李兵做详细登记。是。沈局长，你们这儿还收人吗？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个新单位，重新学习一下这个世界。欢迎加入。恭喜宿主749局成为招募成员500，获得奖励居鬼请神法。749局内学习悟性增加20%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系统性的传授我所掌握的几种法门，你们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主修，但基础都需要了解。太好了，旭哥，早就想学了。
别打岔。法术根基在于气，是人体精气神与天地正气的交融，阴气是邪浊，而我们修习的是清正阳气。符箓最常见也最多变，上次教了镇阴符，今天教你们画符的基础。所谓符箓，即是用符文沟通天地正气。你们或许觉得难以理解，不妨将符文看作一种特殊的能量编码，朱砂和纸张是载体，绘制过程是编程，激活咒诀是执行指令。能量编码，我可以尝试理解。很有意思的角度。接下来是走山法，此法源自控师感师，核心在于以自身阳气镇神，引导阴气附着之体。此术重视不重形，心正则气正，气正则邪位。启明，你血液特殊，阳气旺盛，可着重修炼。是。巫医法以阳气疗伤，驱散侵入体内的阴气。周教授，此术涉及生命能量流转，或许能与现代医学交叉验证。求之不得。御兽法专门针对动物成精或受阴气驱使的精怪。胖子感觉敏锐，可以试试。这个好，以后让老黄开车带咱出任务，多威风！最后是拘鬼请神法，拘鬼强行束缚，封印诡异；请神则是以自身为媒介，接引一丝天地正神或先祖英灵之力加持己身。等你们基础牢固，我会传授给你们。法无高下，贵在精通。今后没有任务的情况下，每日安排固定时间休息。旭哥放心，为了五险一金啊，不，为了世界和平，我一定好好练。沈旭，最高层同意见你。沈局长，赵部长提交的报告我们都看了，淮河村、古墓、老宅、公交车，每一件事都超出常理。还有你说的那个深渊之眼。各位领导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过去半年内，全球共发生37起无法解释事件，分布在不同大洲，发生时间呈加速趋势。我们推测，这些都是深渊之眼搞的鬼。在全蓝星引起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想要诡异复苏，执掌诡异的力量，操纵整个蓝星。诡异复苏，真的有人为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苏醒吗？所以，我请求进行一次现场实证演示。演示在这里？开始吧。这就是诡异的一种形态，由阴气与特定怨念结合而成。现在展示收容。深渊之眼向你致敬。怎么回事？失控了！是深渊之眼。天地玄宗，万性本根，驱鬼震。常规手段压不住了，天地正神，听我敕令，镇邪，请神。这个深渊之眼居然如此嚣张！领导，他们想要改写这个世界。
沈局长，你已经证明了你们的价值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昆仑山脉出现异象，恐怕也和深渊之眼。幸好最后一次捕捉到第3科研队的位置是在主峰北侧死亡谷边缘，距今72小时。随后所有通讯中断，包括紧急信标。这地方阳气弱得离谱，我说领导们怎么把咱派这儿来了？原来好几队人都折里头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最高层命令必须要弄清楚深渊之眼在搞什么鬼。师傅以前提过，昆仑是万山之祖，这种地方要是出了岔子，动静肯定小不了。你们没听说过吗？昆仑山有龙，天下龙脉尽出昆仑。深渊之眼这次行动会不会和龙有关？老黄，你还见过龙？听过。车不听话了，下车不行吧？是第2科研队的标识，装备没有暴力损坏痕迹，食物、燃料都在。旭哥，痕迹像是人被什么东西拖着走。跟着痕迹走，跟上去，保持队形。队长，没有找到任何一具遗体，他们是不是下去了？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，科研队的失踪、昆仑的异象都和井下面的东西有关。看来必须要下去，才能搞清楚昆仑出了什么问题。旭哥，这都是……发现第3科研队全员遗体共12具，体表覆盖未知结晶态物质，非自然冰霜，遗体未见腐败，保存异常完整。队长，脖子上有黑色符文，这些符文不像是我们大夏的路数。果然是深渊之眼的手笔。又是那帮外国佬！他们恐怕想通过献祭活人，唤醒更强大的邪物。所以科研队是被选中的祭品。大费周章，活人献祭，不知道他们唤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鬼。地震了！不是祭台被激活了。全部退向入口方向。能量毒素突破阈值。冰层要塌了，快撤！我就说这地方不能来啊，旭哥。下面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是龙，真的是龙威！龙骨749局沈旭，深渊之眼，你们来晚了，献祭已成，龙骨苏醒。旭哥，这玩意儿咱能打过吗？沈旭，你是个麻烦，但今日
昆仑便是你们749局的葬身之地。散开！诛邪符阵。阵。区区凡人也敢撼动昆仑龙骨？撼不动也要撼。结束了。愚蠢！你们以为是在保护世界？人类文明满是污秽、贪婪、战争，唯有彻底净化，才能迎来新生。以杀戮为净化，以诡异为工具，你们才是真正的污染。污染？不，这是进化。深渊之眼遍布全球，唤醒沉睡的诡异，引导阴气复苏。当旧秩序崩溃，新世界将由我们重塑。疯子，你们想让所有人都变成怪物吗？无法适应新世界的，本就不该存活。古龙碾碎。散开！找掩体。他的核心在胸口，那里阴气最浓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破邪。还好吧？孩儿们，蝼蚁。启明，胖子，帮我争取10秒钟。拼了！斩阴破障，垂死挣扎。天地正神，助我诛邪，请神。这是好强的阳气！邪祟外道，敢犯我山河！震！大下山河，岂容邪祟践踏！破！恭喜宿主成功镇压昆仑龙骨诡异，获得奖励飞升法，以自身修为引动天地正气，升华至更高境界，可震慑万物，净化阴气本源。结束了，你们的计划到此为止了。到此为止，沈血，你太天真了。队长，全球阴气监测数据异常。晚了，大夏的屏障迟早会被全世界的阴气腐蚀穿透。沈旭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全球同时复苏，他们到底唤醒多少诡异？立刻返回总局，启动1级应对预案。那这些遗体，带他们回家，准备迎接全球诡异时代。正如深渊之眼的那群疯子所说，诡异复苏不再是区域性事件，它已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灾难。深渊之眼在昆仑的计划被你们挫败，但是受到全球诡异复苏影响，我国境内的诡异复苏事件也在持续增加。这是各地紧急上报的部分案例，你们自己看。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糟，最高决议立即启动国家1级应急预案，749局转为独立单位，全县全面升级。沈旭局长，国家和人民需要你们。749局领命，保证完成任务，守护大夏，万死不辞。
领导，我申请向大夏民众公布全球诡异复苏事件。公开。沈局长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一旦向民众公布诡异复苏，全球灾难很可能引发大规模恐慌，社会秩序动荡，甚至崩溃。不错，恐慌本身就可能造成比诡异事件更严重的后果，踩踏、抢购、暴力冲突、信任危机，我们不能冒险。赵部长，这也是你的意见吗？沈旭，说说你的完整想法。各位领导，我理解你们的担忧，但请想一想，如今诡异已在全球大规模爆发，网络信息流通几乎没有死角，民众不是傻子，他们看得见、听得到、猜得出。我们可以引导、管控信息，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当诡异真正出现在身边，而民众却毫无防备、毫无认知时，伤亡和恐慌只会更严重。是啊，领导，突然撞鬼比知道有鬼可怕多了。相反，如果我们主动、有序、权威地公开信息，至少能做到建立官方信任，普及防范知识，凝聚民心，而非瓦解。一切的恐惧其实都源于火力不足。如果民众相信，即便世界变了，国家依然有能力保护他们，镇压诡异，那么恐慌就会被转化为信心和配合。你的意思是，公开的同时展示力量？没错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以往对抗诡异的视频，进行适度公开报道，让民众亲眼看到749局存在。我们有方法能解决这些威胁。沈旭，你考虑得很周全，但这依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，一旦失控，领导，诡异复苏本身已是失控。我相信大夏的民众有理智、有韧性，能与国家共度难关。我认为可以尝试。我同意，与其让民众在猜测和谣言中恐惧，不如让他们在国家的指引下准备。好，沈旭，这件事由你牵头。记住，公开不是为了制造恐慌，而是为了终结恐慌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散会，沈旭，你们抓紧准备。大夏的明天，从今天的坦诚开始。全国的同胞们，我是国家最高领导人，此刻我必须以最严肃、最坦诚的态度，向全体大夏人民说明一个正在发生的全球性危机。演习吧，是不是又要搞啥宣传活动了？这不是演习，也不是电影，我们生存的蓝星正在经历一场名为“诡异复苏”的全球性灾难。超自然现象、科学无法解释的诡异事件已在全球范围内真实爆发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代表人也开始讲鬼故事了。世界末日了，快囤物资！我就说最近不对劲，我邻居家昨晚有影子在飘。世界变了，我们都要完蛋了。请大家保持冷静，我知道这难以置信，但请先看一段视频。
这是特效吧？那个僵尸，华二舅在国安部当保安，他说上个月真有一具古代尸体被运进去。这些都是我国秘密机构749局在过去1个月内真实处理的事件。而现在，请看全球现状。同胞们，危机是真实的，但恐慌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要告诉全体大夏人民的是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们有749局这样的专业队伍，我们有人民军队的坚定守护，我们更有千百年传承的文化底蕴与民间智慧。今天，我代表国家向全体大夏人民郑重承诺：大夏有能力保护每一个大夏人，国家不会抛弃任何一位公民，我们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国家没骗我们，国家早就行动了。我说怎么最近村里发了那种黄纸符，原来是国家给的。我相信国家，我们愿意配合。听从指挥，共度难关。谢谢你们，伟大的大夏人民！从今天起，我们并肩作战。全球诡异已然全面爆发，形势危急。接下来我要传授你们的是拘鬼请神法。此法凶险，但也是目前应对高阶诡异最有效的手段之一。拘鬼之法在于以自身阳气为锁，强行束缚诡异本源，需心神合一，意志坚定，稍有动摇便易遭反噬。看清楚了。而请神之法更为艰深，并非真请神明降世，而是以自身为媒介，沟通天地间浩然正气，或引入先祖英灵残存意志，暂时加持己身，获得超越极限的力量。旭哥这气势好像变了个人，这就是请神。此法消耗巨大，不可轻用，更不可依赖。我会将法诀、手印、心法逐一传授，你们需勤加练习。接下来，各地爆发的诡异事件将由你们自行独自处理。旭哥，你不带队了？你们已经成长了，需要独当一面的能力。我会坐镇总局协调支援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好，即刻出发，尽早镇压那些诡异。未来的战斗只会更残酷，我不能永远挡在前面，而且我需要时间来彻底终结这诡异时代。飞升法学习开始。以我之身合天地之正，以我之神引乾坤之气。唉，老李太太以前人可好了，天天在楼下晒太阳织毛衣，就半个月前突然就不出门了，听说是得了什么病。夜里总能听见他家有猫叫，可想可瘆人了。阴气是挺重。就这儿，我有钥匙，他闺女给的，让咱经常来看看。李姐，李姐你在家不？我带专家来看你了。阴气盘踞不散，怎么看不到人呢？凉的，好久没人做了。这水都没有喝完，人怎么不在呢？在上面。哎呀，李姐，你怎么上天花板了？奶奶退后，他不是得病，他是被东西附身了。
这到底是？奶奶别怕，这东西怕毒。退！还挺聪明。糟了，他速度太快，扶困不住。金光护体。老黄，看来不动点，真东西是打不过了。对不住了，奶奶，待会儿别吓着。妖怪！这世道真的变了。这样下去不行。他要干啥呀？这玩意儿被阴气影响太深了，还好我现在改修阳气了。死！阳气破邪，起！这妖怪怎么看着不邪性？给我出来！结束了。奶奶，没事了，李奶奶身上的东西被我取出来了。你刚才是只黄鼠狼，你也是妖怪。奶奶，我不是妖怪，我是749局的探员，刚才那是我的工作形态。您看，国安部的章，真的。这世道到底咋了？李姐怎么会变成那样？奶奶，我慢慢跟您说，这叫诡异复苏。简单说就是全世界冒出越来越多科学解释不了的脏东西，人被他们附身影响，就会变成刚才李奶奶那样。全世界外国也有，而且很多国家已经顶不住了。樱花国政府发布紧急公告，已与诡异达成合作，为新世界努力。这……奶奶放心，咱们大夏不一样，我们有749局，有沈局长，有像我这样的队员在一线拼命。国家已经启动最高级别预案，全力应对。只要749局还在，只要我们还站得起来，就绝不会让那些诡异在这片土地上得逞。我信你们，你们也要小心啊。谢谢奶奶，李奶奶需要送医院观察，我会安排人过来处理。这几天如果看到奇怪的事，随时打证件背后那个电话。恭喜成功镇压猫脸老太太诡异，获得奖励50年修为，飞升法修炼进度10%。人类文明已到尽头，唯有拥抱阴气，进化成更高等的存在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从今日起，樱花国全体国民自愿接受阴气洗礼，成为新世界的先驱。大夏人，你们还在徒劳抵抗吗？放弃吧，加入我们，拥抱进化。否则，当全球皆为新族，大夏便是最后的孤岛，注定被时代的浪潮吞噬。疯了，全都疯了！这帮孙子自己跪就算了，居然还想拉我们下水！灭了这帮人类的叛徒！部长，沿海雷达捕捉到大量高能量个体移动信号，方向我国东海。这群畜生，
主动接纳阴气侵蚀，心智会被彻底扭曲，他们会成为最狂热、最危险的诡异先锋。他们已经放弃了为人的资格。赵部长，沈局长请求连线。允许。赵部长传令下去：第一，全国进入1级战备状态；第二，即刻起封锁东海沿岸300公里；第三，向全国发布公告：大夏永不屈服于诡异，人就是人，不需要变成怪物也能守住这片土地。他们选择跪着为奴，我们选择站着生活。接最高层通报我方决议，并申请启动长城防御预案，告诉全世界大夏的回应只有一个字：战。内忧外患，我可不能拖后腿啊！就是这儿，3号厅出事之后我们就疯了，再没人进去过。阴气是有，但不浓。什么意思？那天可是几10个人都看见了，银幕里爬出个女鬼，太吓人了！开门，我进去看看。天地清明，阴邪现形。奇怪，阴气残渣是有，但本体呢？我怀疑闹鬼的不是这个厅。那天出事的时候放映的是啥片子？对，有鬼啊！操了，在隔壁！真是会挑时候。我操！朕从电影里爬出来了！所有人往我身后撤，别回头看银幕，别慌，往我身后撤！天地清明，阴邪现形。镇阴符去！他被定住了。还没完，胖爷，我今天非把他按回去不可。你也进来吧。想拉我进去，做梦！七星镇邪，封！结束了，快清点人数，准备撤。王专员，太谢谢您了。又怎么了？还有，一直不够，还来俩！你们组团看电影呢，这么背，我居然用完了！给我震！3个鬼啊！这下玩大了。旭哥，这次胖子我可能真要顶不住了。救命啊！等等，他们都是从电影里爬出来的。老板，放映室是不是还在放那部片子？快去把录影带拔了，源头可能在袋子上。可是，快去，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想走？问过胖爷了吗？天地正气，听我号令。嘘。胖爷我可不是吃素的。拘鬼法。王专员，拘鬼阵。给我震！结束了。拔下来了，就是这个。深渊之眼。
恭喜成功镇压影院女鬼诡异，获得奖励749局设施修炼秘境。秘境已自动生成于总部地下3层，可模拟各类诡异环境，用于队员实战训练与能力突破。飞升法修炼进度25%。试炼秘境来得正好。沈旭，我正要找你。赵部长，请讲。漂亮国总统紧急发起了一场全球领导人峰会，主题就是诡异复苏时代的国际应对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首脑都会出席，最高层已经决定参会。但这次会议绝不简单，樱花国公开投靠诡异，高卢、毛熊等国自顾不暇，漂亮国态度暧昧。你希望我陪同领导前往？不仅是陪同，你是目前大夏乃至全球对诡异了解最深的人。会议上，我们需要你从专业角度发声，必要时也要做好应对非正常状况的准备。我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好，这次出去代表的不仅是大夏，也代表所有还在抵抗诡异、坚守人性底线的人类，压力会很大。从成立749局那天起，我扛的就是这份压力，请领导放心。国际会议，看来战场不止在大夏了，秘境只能等回来再研究了。走吧，事不宜迟。大家请看屏幕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我们聚集于此，不是为了争吵，而是为了寻找一条人类文明存续的新路径。如各位所见，诡异复苏已成既定事实。抵抗，我们已付出太多代价；屈服，则意味着丧失文明与尊严。因此，我代表漂亮国提出第3条路：合作。诡异并非全是毫无理智的杀戮机器，他们有意识、有力量，为何不能以平等姿态与其建立合作关系，划定疆界，互不侵犯，甚至互利共赢？总统先生，您所说的合作本质是妥协，是投降。这位是我国749局局长沈旭，他最清楚诡异的本质。沈旭局长，请你告诉诸位，所谓的可沟通、互利共赢是否存在？与诡异合作，如同与火山山顶喷发范围，荒谬且致命。樱花国的现状便是最好的反面教材。放肆！你懂什么新世界的伟大？沈局长，你未免太过武断。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，部分诡异具备高度智慧。总统先生，您所指的诡异，是否是与你们合作的深渊之眼所操纵的诡异？这是污蔑！大夏试图用谎言破坏全球团结。大夏的态度从未改变，也永不改变。诡异必须被镇压，复苏必须被终结。若这注定是孤岛，那我大夏便做这最后的堡垒。既然如此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罗纳先生，您看到了，我已经做出努力了。终于见面了，沈局长。总统先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合作吗？或者说是早已达成的臣服？猜到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沈局长，看看这个世界吧，旧秩序正在崩塌，新世界的浪潮无可阻挡。可惜，新世界已经没有大夏的位置了。引发全球灾变，大夏会将你们连同你们的新世界一起毁灭。毁灭？大夏的抵抗是对进化本能的亵渎，是对全体人类未来的阻碍。未来，你们不过是一群利用恐惧和力量，妄图扮演上帝的疯子。疯子，看看你的周围，多少国家已经或即将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大夏，你们还能撑多久？能撑到把你们这些魑魅魍魉彻底碾碎为止。谈判结束，沈旭。
今天就让你为你所坚持的旧世界殉葬！鉴于大夏沈旭公然使用超自然力量威胁与会各国代表安全，我提议对其进行国际制裁。要动手，正合我意。抓住他，要活的！他的身体和知识对新世界大有裨益。你们的把戏不止这些吧？让我称量称量，深渊之眼到底有什么本事？倒是小看你了。可惜，一人之力终究有限。有点意思。困兽之斗，天地正法，以血为引，破邪！该死，他的阳气怎么会如此精纯？一起上，别给他喘息机会。还不够，请神上身！这是怎么可能？朕，他比之前还要强了。沈旭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厉害，真厉害！可那又怎样？怎样？今日便留下你们。沈旭，你确实强得超出预估。但你一个人能护住整个大夏吗？不久后，我们的诡异大军将碾碎大夏。阴气复苏是大事，你挡不住，大夏更挡不住。今日见识了，后会有期。沈局长，领导，必须立刻回国。走。深渊之眼，大夏的每一寸土地都不会让给你们。沈局长是咱们749局的沈局长。一个人在联合国对7个怪物，除了我们，全世界都跪了。他们说新世界没有大夏的位置，殊不知我大夏早已做好一大全世界的准备。联合国会议演变为超自然冲突，我国代表沈旭力战境外诡异组织深渊之眼。截至目前，除大夏外，全球所有主要国家均已公开或半公开接受诡异共存或投降协议。卫星监测显示，全蓝星多地出现大规模诡异集结现象，这些诡异无一例外都朝着大夏行进。外交部再次重申，大夏国土不容侵犯，全体军民进入1级战备。周教授，所有常规检测都做了，细菌培养阴性，病毒筛查阴性，自身免疫指标无异常。我们试过抗生素、抗病毒药物、激素冲击，全部无效。这些黑斑还在扩散，而且病房温度总是莫名偏低，明明空调设定是恒温。这不是细菌或病毒，是阴气侵入人体后形成的阴斑，阴气阻塞经络。现代医学仪器检测不到它的存在，但它的影响是真实的。阴气，周教授，这我知道，这难以理解，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需要为患者进行另一种检查。李医生，请记录病人实时生命体征数据。护士长，请保持室内安静，无论看到什么，不要惊扰病人。巫医之道，通灵变气。真变色了。心率开始下降，不是变得平稳了。阳气入脉，驱邪扶正，散。
第一位病人体内阴气已驱散。这么容易就解决了？这就是749局的手段吗？749局的手段只有对付这种被阴气侵蚀的病人才有效。周教授，所有病人的生命体征都已稳定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后续需要配合中药静养，恢复自身阳气。记住，病房要保持通风，多晒太阳，有助于巩固正气。任务总算是完成了。恭喜成功抵御阴气入体，获得奖励30年修为，飞升法修炼进度40%。看来大家都能独立完成任务了。不过，沈旭，你确实强得超出预估，但你一个人能护住整个大夏吗？他们说的对，光靠我一个人，就算拼尽全力，也护不住这万里山河的每一个角落。必须让胖子他们变得更强。时间不等人，常规训练太慢，幸好。欢迎进入试炼秘境阴虚之都。本秘境完全模拟阴气全面复苏、诡异大规模觉醒后的极端环境。环境中的诡异模拟体无限接近真实个体，在秘境中死亡，意识将遭受冲击，导致现实身体虚弱，请宿主谨慎应对。无限接近真实，死亡也只会导致现实身体虚弱，用来给胖子他们做针对性训练，再好不过。等他们回来，就立刻开始特训。阴气浓郁的不正常，比报告里描述的还要严重。这些灯笼就是报告中提到的。谁？时辰快到了。来了。不管你们因何滞留，此地已非尔等久留之所。今夜我送你们上路。数量太多了，天地正气，凭我号令燃！阴气太重，普通符箓撑不了多久，只能用那一招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阳刚震阴。哇！结束了，还有东西。镇尸棺，外面的鬼影只是幌子，真正的东西一直在这里。总算是得救了。怎么是活人？你怎么在棺材里面？我们是来这儿做探险直播的，村里突然冒出来好多游荡的鬼影，我吓得魂都没了，大家四散逃命。我不知道往哪儿跑，看见这祠堂门开着，里面就这口棺材，我实在没地方躲，就掀开盖子钻进去了。躲进去之后呢？听见或看见什么异常？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就一直缩着，大气不敢出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好像安静了，然后你就来了。先离开这里。
离开？去哪儿啊？这里的家很暖和，你怎么不留下呢？果然，什么？这村子的阴气源头就是这口棺材。躲进去不是避难，这么长时间，你早就不是你了。阴。天地正法锁。没用的，你出不去。阳刚破煞阵。阴气已散，人还活着，但心神受损，需尽快送医。恭喜成功镇压荒村关灵诡异，获得奖励40年修为，基础法器炼至百解，飞升法修炼进度55%。看来启明也完成任务了，就差伍佰和李冰了。吴专员，就是他。栾凤和明镜出土自西南一座合葬墓，据考是墓中女主人的嫁妆之一。阴气凝而不散，受束于内。这镜子倒不像其他邪物品。更诡异的是，过去3个月，我市共有7名年轻女子失踪，她们职业、年龄、社会关系各异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失踪前1周内都曾单独来参观过这面铜镜。镜子主动引诱。我们请过心理学家、侦查专家，甚至偷偷找过民间先生，都看不出所以然。镜子本身检测不出任何问题，但它就是邪门。阴阳分明，真形现前，开！凤冠霞衣，红盖头，镜子里困着个嫁衣新娘，怨气极深，但被镜体本身束缚着。嫁衣新娘？难道那些失踪的女孩都……恐怕成了替身。馆长，请清空这层所有人员，设立警戒线，我要进去看看。进去？进哪去？镜子里。乾坤定位，八卦通灵，以血为引，神魂出窍。倒要看看是哪家姑娘这么大火气，乱抓人作伴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什么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原来如此。姑娘，停手吧，这无尽的轮回害人害己。停手！谁来替我止痛？谁来替？替不了你，也没人能真正替你承受那份苦楚。但我知道，若你不停下，这份苦楚会不断传递下去，让更多无辜者与你同坠深渊。我是谁？我是柳家女儿，16岁，被许给李家病痨子殉葬。我不甘，我恨，我怨，为何是我？为何要我死？我身着嫁衣，却入坟冢，这凤冠霞火是我的寿衣。他们何辜？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你的不幸，不是你制造更多不幸的理由。我不想，可我痛啊，好冷啊，一个人太久了。我知道百年孤寂非常人所能想象，但真正的解脱不是寻找替身，而是放下执念。小道愿助你超脱。超脱，轮回，还能重新开始吗？
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错了，放了他们吧，我也该走了。多谢道长。恭喜宿主成功解决铜镜嫁衣诡异事件，获得奖励30年修为，飞升法修炼进度70%。沈旭，没时间了。赵部长，最新情报：全球汇聚的诡异大军已抵达大夏边境，线外不足300公里处，数量无法精确统计，但绝对是压倒性的。他们来了，从四面八方，水陆空立体压境，常规部队的武器在他们面前效果大打折扣。我早有预料，只是比想的更快。赵部长，这是749局最新解析出的基础法器炼制白解。这是？里面详细记录了最基础、可大规模量产的法器部件炼制方法与符文铭刻技术。我们可以将这些部件与现有制式枪械、弹药结合，比如将破解符文刻印在子弹弹头或炮弹引信内部，注入微量纯化阳气，就能让子弹对低阶诡异实体造成有效杀伤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们的军队能用上真正能伤害这些诡异的武器？没错，虽然对付高阶诡异或特殊个体仍需我们出手，但足以让我们的战士拥有固守阵地、有效反击的能力。不再是用人命去填。我立刻亲自协调最高层，调动全国相关单位，批量生产。对了，赵部长，驻军营地的诡异事件解决了吗？沈旭，战士们有些不太愿意解决这件事。李专员，请进。王班长在营部门口等你。谢谢。李专员，一路辛苦了。来，吃点西瓜，这天太热了。专员，尝尝，可甜了。谢谢，王班长。我这次来的目的，赵部长应该已经通知了。关于营地最近报告的异常哭声。哎，先不说这个，李专员，喝点茶，我们这儿的野山茶味道不错。对呀，专员，您看我们这儿白天训练，晚上学习，啥事儿没有，肯定是上头听错了，或者哪个兵蛋子半夜想家哭了，传岔了。听错了，连续多日，多个少尉都报告了同一特征的哭声，并且伴有不明阴影，这明显是异常事件。这个李专员，其实吧，当兵的谁没个压力大的时候？可能就是风声或者野猫啥的。我们真没再听见了。王班长，我希望你们配合调查，这不仅关系到营地安全，也可能关系到……就是这个声音。李专员，这件事……班长，我们真的要……李专员，不是我们不配合，是那个东西，他从来没害过我们。什么意思？您跟我来，但请您先别急着动手，有些事得您亲眼看看。就在前面了。李专员，先别。他又哭了。大概半个月前，我们接回了一具抗战先辈遗骸，是位地下情报员，牺牲时很年轻，遗骸运回来的当晚，他就出现了。后来，我们查了大量档案，核对照片和信息，就是他，陈婉如同志，牺牲于敌后，牺牲时才20岁。所以他一直在这里。是，他就每晚在这儿哭，有时候就在营地边上走，从不进营房，也从不碰任何人。兄弟们一开始害怕，后来就习惯了。有几个新兵蛋子半夜站岗害怕，他还离得远了些。李专员，陈同志，他没害过人啊，他就是想家了吧？或者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……我们觉得
就让他在那儿也挺好。李专员，我们知道规定，但能不能别收他？我们保证看好，不让他出去，也绝不会出事。他也是我们的同志啊！紧急集合！出什么事了？这里是3连1班王铁柱，请讲。班长，紧急情况！全营立刻到军械库集合，领取新型制式装备。诡异大军已经突破缓冲带，距离我东部边境线不足100公里。上级命令，1小时内必须开赴前线。收到，立刻归队。李专员，我们必须立刻。等等，你要去哪？前线，敌人来了，我得去。陈婉如同志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你们用鲜血和牺牲换来了胜利，侵略者早就被赶出我们的土地。这片土地上不再有屈辱和战火，因为我们变得强大了。我们有了自己的飞机、军舰、导弹，我们更有无数像王班长他们一样，时刻准备为这片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士。你们期盼的盛世已经来了。当年是你们这些前辈把大夏从水火中救出来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我们手里的枪，我们身上的装备，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时刻准备的。请您放心，这片土地现在由我们这代人来守。拜托了。出发去拿我们的新枪，让那些魑魅魍魉看看什么叫大夏的铁血长城。恭喜宿主成功化解婴灵执念，获得奖励20年修为秘境控制核心。秘境时间流速可有限调节，外界1小时，内部最长24小时。飞升法修炼进度85%。局长，营地事件已处理完毕，但更紧急的情况是，我在军营接到了最高警报，诡异大军先头部队已抵近多条边境线，部分区域甚至发生小规模交火。那还等啥？师哥，咱赶紧出发！局长，我的车啊，不，咱局的灵车随时能发动，保证把大家最快送到前线。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等等，局长，前线危急，刻不容缓。我知道前线危急，但你们现在去能改变什么？诡异大军数量级是以100万甚至1000万计，你们在无休止的车轮战和高阶诡异的围攻下，能支撑几轮？师哥，那咱总不能干看着吧？当然不能干看着，但莽撞的冲上去送死，不是勇气，是愚蠢。都跟我来。这里是你们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待的地方，阴虚之都试炼秘境。秘境之内，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，里面是完全模拟阴气全面复苏、诡异大规模觉醒后的极端环境。欢迎来到阴虚之都，你们看到的每一个诡异，都是根据真实案例数据生成的模拟体，它们的强度、特性都与现实中的诡异无限接近。旭哥，这地方你从哪里找来的？秘密，在这里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活下来，变强。现在，训练开始。太多了，根本照不过来。铠甲太厚，刀砍不穿。没有实体。阴毒性质，前所未见。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我分不清。
感觉如何？死了18次，被鬼咬，被撕碎，被吸干，每种死法都试过了。我还是太弱了。记住刚才的教训，下一次训练强度提升3倍。3倍！诡异大军不会给你们适应的时间。住，等他们进入300米再开火。开火！有用，子弹能打穿。死！覆盖，不能让他们突破第1道防线。连长，出现高阶目标，炮弹无效。撤，放弃第1道防线，退至第2阻击点。瞄准蛇头，7寸。空中支援，请求无人机投放扬言燃烧弹。他们不怕火了？撤，向第2道丘陵防线撤退。穿甲符文弹准备，瞄准骑兵阵列，起射！他们会召唤地下的东西，把他们打下来！挡不住了，全体后撤至峡谷隘口。高阶诡异太多了，我们的新武器只能对付低阶的，对那些大家伙效果很有限。报告，东部雪山第2基点失守，伤亡超过30%。南部丘陵防线请求紧急支援。西部峡关口遭遇空中诡异群轰炸，工事损毁严重。告诉前线将士，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也绝不能放一个诡异踏入我大夏城镇。是。沈旭，你们还要多久？兄弟们，守住，身后就是家乡。东部雪山防线已退至第3道阻击点，南部森林区域多个阵地失守，西部沙漠关口正在激战。我军将士英勇奋战，但诡异数量过于庞大，且高阶个体对我方现有武器抗性极高。全球的观众，尤其是仍在徒劳抵抗的大夏人民，你们好！看看你们的土地，听听你们的声音，绝望，多么美妙的气息！你们的军队很勇敢，但勇敢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毫无意义。至于749局，他们躲起来了，是吗？你们所祈祷的奇迹，永远都不会出现。投降或者毁灭，72小时倒计时开始。这才几天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那些怪物根本打不死吗？我们的新武器呢？749局呢？为什么还不出手？守不住了，家怎么办？749局到底在干什么？国家是不是放弃我们了？我想活下去。指挥，通讯中断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弟兄们，
上刺刀，死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。王爷，我没来晚吧？老黄，左边那群交给你了。振兴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万物归宗魄。驱鬼请神，大夏境内诡异进行。赢了，749局赢了！他们没放弃我们，他们真的回来了。我就知道国家从未放弃。泪目了，这才是我们的英雄。诡异算什么？我们有749局。大夏万岁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，6个打6个，竟然全军覆没。沈旭，你以为赢了他们就赢了世界？我要亲手碾碎你的希望，让大夏在见到黎明前同归永业。恭喜宿主成功解决诡异入侵事件，获得奖励17年修为，飞升法修炼进度95%。终于坐不住了吗？沈旭，你以为赢定了？邪魔终有尽时，今日便是你的终点。深渊之铠。有点意思，但还不够。如何？化亲死亲，以同伴为祭品，你已彻底疯魔。这是进化，是深渊赐予的真正力量。不可能！我谋划100年，怎会败于此地？深渊赐我更多力量！沈旭，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你已彻底沦为深渊的傀儡了。驱鬼请神。邪祟，伏诛。深渊与我同在。大人永远不会败。要想自爆，鱼死网破。沈旭，这才是我为这个世界准备的终章。恭喜宿主镇压阴气，聚合体诡异飞升法进度100%。
以全球地脉为阵眼，以自身为祭品，强行召唤深渊之眼本体。宿主符合飞升条件，随时可以飞升。以身为引，天地正气皆入吾身，飞升化仙。无极正道，无极人间，此地非汝疆域，退散。斩！仙，凡间的萤火也敢与我争辉？结束了吗？大夏，旭哥，你真的醒不过来了吗？他会醒，那金光未灭，便是希望未绝。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妈妈，光是不是亮了一点点？沈局长，请救救这个世界吧！沈局长，你一定还活着，对不对？我听见了众生的愿。蝼蚁的愿力怎能撼动深渊？这不是蝼蚁的愿力，这是人的意志，生生不息，薪火相传，永不屈服的意志。此剑非我一人之剑，乃人间正道之剑。斩！邪！散！此后，人间再无诡异。旭哥真的把天捅亮了。他不会希望我们一直难过，收拾心情，重建家园，这才是他希望我们做的事。道友走好。阴气已散，阳气重归。局长一路走好。